为什么要买不锈钢刮胡刀？奶超好用，摔不坏，一刀传3代，看起来还很帅，什么都好，但就是贵。不锈钢刮胡刀几千到上万块台币都有，现在最便宜的大厂不锈钢刮胡刀，最低也要1800块。今天这一把百利大胡子 Pro 要1800吗 ？ban 要1500吗 ？ban 活动特价不用1000块，1000块不免1000块，比菜市仔买更较俗，1000块买不到吃亏，买不到上当，1000块下单就送你刀片跟刮胡罩。今天头家心情不错，再送你一把翻毛刷，1000块。来，帅哥，你要爱几组？感谢帅哥交关10组。迄个戆呆，什么也无好货都不知。的确，便宜没好货。我买过几把便宜的刮胡刀，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色，超级难用。被骗几次以后呢，我就学乖了，以后只买大厂的产品。百利的刮胡刀之前我买过几把，用起来 OK， 还不错，基本上不会犯低级的错误。什么叫低级的错误呢？如果手刻晶片是半导体的笑话，刮胡刀最好笑的就是脑补刮胡刀，连手刻都不用哦，用想象的就可以了。比如说这个图纸是手绘的，刮胡刀的尺寸大小之后的调整跟修改全部都靠想象的。这里会卡住装不进去那就把2 mini 改成 1.5 mini 啊。虾米啊，这样刮不干净哦，那就把底板高度降低1 mini 啊。臭西郎，你是这样设计刮胡刀的哦？1 mini 是100条外观抠比别人的，数据又自己乱搞，难怪市面上一堆超难用的芭乐货。各位，买刮胡刀不要看到便宜就开枪，不要想买盗版就可以有跟正版一样的性能，代志没讲人想的这么简单啊。那别人卖便宜不能买，那百利卖便宜就可以买吗？好问题，不锈钢刮胡刀并不都一样。除了看品牌跟设计，不锈钢你还可以看2点：加工跟材料。加工可以分为5种：钣金、铸造、EDM、CNC、粉末冶金。钣金是把金属片做弯折，这种加工方式在刮胡刀上很常见，因为它的费用很便宜。比如说 Parker SR1， 整把都是不锈钢，它用的就是钣金。铸造的不锈钢刮胡刀很少见，之前的案例做出来都是迷迷冒冒，需要大量的后期修整加工才能使用。EDM 代表品牌 Timeless， EDM 的成品精度非常高，不必抛光就可以有镜面的外观。你看这个表面是不是 bling bling？ 少抛光一次就少一次误差。CNC 是目前不锈钢的主流，从 RailRock 到 Wolfman， 他们用的都是 CNC。CNC 可以做到 0.005 mini 半条内的误差，这个精度对刮胡刀来说很够用。CNC 的形状也可以做得非常复杂，基本上只有你想不到，没有它做不到。粉末冶金，常见的 Rockwell 6S 就是粉末冶金。粉末冶金生产速度快，耗损少，费用便宜。不过在制作的过程中，零件会收缩，粉末冶金的精度没有 EDM、CNC 来得好。除了精度，用粉末冶金来做刮胡刀还有一个限制，它要考虑脱模的问题。不是你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，这个限制会大大影响刮胡刀的形状。大胡子 Pro 用的就是粉末冶金，你看它的底板看起来是不是很普通？像 Miura R89 一样，只有2条杠，这个就是被脱模限制的结果。但是它便宜啊，便宜治百病啊，所以大胡子 Pro 可以卖这么便宜。第二个是材料，目前用的比较多的是 316L、316、
303跟304，这些材料做成刮胡刀强度都很够用。316L 跟316更耐腐蚀，更耐用，而且抛光的表面会更亮更持久。大胡子 Pro 的刀头用的是316，你看这个抛光表面是不是很亮？其他部位还有做拉丝处理，边边角角的地方也不会割手，表面处理做得很到位。不过呢，这个手柄就很有意思咯，前后两端是316，但是中间这段是304，这是一个3段拼接的手柄。嘿嘿，抓到了哦，偷工减料哦，难怪卖那么便宜。哼哼，外行人就是外行人，看到黑影就开枪，以为这样做是为了节省成本。但是内行人告诉你，这样搞是为了配重。举个例子 ，Miura Roca 跟 Charcoal Goods 他们都有拼接手柄，会这么搞刚，把简单的事情搞得复杂，目的就是为了配重。配重不好的刮胡刀会不平衡，会很难用。老朋友常常看到我这么做，这不是乱比的哦，是有意义的哦。找到平衡点有2个意义，一是压力，如果没握在平衡点，刮胡刀会自己旋转，刀头在脸上的压力会改变。你拿刮胡刀拿久了也会很累，因为你要对抗它旋转的力道。第二是角度，手柄的配重会改变刀头的使用角度。握着平衡点，把刀头靠近你的脸，这个就是这把刀预设的使用角度。平衡点如果在后边，使用角度就会靠护杆；平衡点越前面，就会越靠顶盖使用。好的刮胡刀设计的时候都会考虑到这一点。这个角度是不是刚刚好？大胡子 Pro 这把刀是有设计过的。百利的设计师，我懂你哦。但是这只手柄哦，可以吐槽的一大堆哦。你拿起这把刀，第一个感觉就是空，是不是比别人大只很多？但是它的重量却更轻。重量轻就是中空手柄造成的，这种又大又空的手感会让你感觉不扎实、廉价的感觉。重量轻也会失去不锈钢重量的优势，不能额外的增加切割力。再来，你要在中空薄薄一圈的钢管上面刻出纹路，注定不能刻得很深，这样导致手柄的防滑效果只有一点点而已，没有更多了。而且它的毛边没有收好，摸起来会有一种割手刺刺的感觉。最大的槽点是它的精度很差。是不是咬很大？在锁紧的前一秒，这个矿量还是超级大，竹竿绞骨紧，火车过山洞，在那边 kiki 口口，做辣擦嘞。这种松散的感觉会让你觉得这个东西很便宜，很不靠谱。我朋友拿一只铁条装上去，还比他强。来，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。Hanson AL13， 虽然它只是锌合金，价格也不贵，但当你把手柄转进去的那一刻，那种丝滑流畅，还有一点阻尼感的手感，一秒就让你知道这是一把好东西。百利，学一下吧。这把大胡子 Pro 其实是一个朋友卖给我的，他说用这把刀刮胡子，把他刮得满脸是血，血流成河。安内，大胡子 Pro 两边的护杆是不一样的，一边是 Safety Bar SB， 一边是 Open Com OC。这种两边不一样的刀头叫做 Dual Com DC 刀头。两边不一样，一鱼两吃，这样不是很好吗？但是这两边的操作方式是不一样的。
如果你用操作 SB 的方式去操作 OC， 就算没有血流成河，你也会被敲掉一层皮。来，伸出你的手，把它变成手刀的形状。这个就是 SB 的感觉。SB 这种一整条的护杆，它可以拉伸皮肤，护杆跟刀片之间的皮肤会被整平，刀片经过的时候就不会刮伤皮肤。所以用 SB 的时候，适度的压力是有帮助的。讲白话就是你可以压刮胡刀啦。但是你在梳头的时候，是不是只能摸到头发的侧面？胡子一长，这种一整条的护杆就很容易骑到胡子上面，然后就会卡刀、拉扯、刮不干净。来，一样伸出你的手，这次是龙爪手。这样是不是可以直接插到头发里面？这个就是 OC。OC 可以让刀片直达胡子根部，对于那种平贴在皮肤表面很难刮干净的胡子特别管用。但是当你这样梳头的时候，是不是也会梳到头皮？这就是操作 OC 的关键，你不能按压刮胡刀。如果你按压 OC 会怎么样呢？你的皮肤会从缝隙中挤出来，压越大力，挤出来越多。这时候再一刀下去，啪！难怪你会刮伤。OC 牙齿中间的缝隙越大，皮肤就越容易挤出来。典型的例子 ，RazoRock Game Changer， 它有 OpenCom 跟 JAWS 底板，JAWS 的缝隙更大，啪！所以它被认为更激进。大胡子 Pro 让你刮伤，还有一个原因，它有一个很奇葩的设计。这个奇葩是刀片角度，它的刀片角度大到50度，惊死人！这不是我讲的哦，是他自己讲的哦。这是刀片的延伸线，我们做一个50度的夹角出来，刚好可以靠到护杆诶。他讲的50度刀片角度是真的，跟我们之前说握住平衡点做出来的角度是一样的。大胡子 Pro 就是要你用这个角度。要知道，一般刮胡刀的刀片角度是30度，恶名昭彰的削皮机 Mula R41 也才43度。为什么大胡子 Pro 要做到50度呢？这就是这把刀叫做大胡子的由来。就像顺刮的时候要用比较大的刀片角度一样，如果你的胡子又粗又长，比较大的刀片角度可以一直把刀片抵在皮肤上，不会跳开。再配上可以插入胡子缝隙，从根部直接刮除的 OC， 大胡子 Pro 这把刀很适合刮你的大胡子。但是它的副作用就像你切蛋糕一样，刀片很容易插进皮肤，而且刀片感会很明显，刮起来不舒服。要解决这个问题，大胡子 Pro 的对策是减少刀片露出跟刀片间隙。刀片间隙一边是 0.46 mm， 一边是 0.53 mm， 刀片间隙非常小，非常温和的设定。刀片露出被挡住了，量不到啦，我们放条牙线测试一下，有抵到，但是没断，它的刀片露出应该是接近0。刀片间隙小，刀片露出0，但又有大刀片角度，它想要做出温和又有效的设定。但是 OC 的牙齿缝隙很大，皮肤很容易陷进去，原本很安全的设定，刀片会一下就凸出来，从50度的角度插进你的皮肤，插进去以后，你又把它往下拉，啪，血流成河。如果你久久才刮一次胡子，角质层很厚，你可能有足够的角质可以让它刮，但是刮完胡子，你在洗脸的时候，你就会感觉到刺激，而且皮肤会发痒。要避免这种状况，你操作它要很有技巧。什么技巧？你要掌握刀片边缘。
会刮伤就只有一个原因，刀片插进皮肤。所以我们要时时感受刀片的边缘，让它不要插进皮肤。刮胡刀放在脸上，就这样，不要动。这时感受一下脸上有没有刀片感。如果你感觉得到刀片，那就是压太大力了，刀片已经插进皮肤了。插进去了怎么办呢？拔出来就好啦。把刮胡刀往上抬一点，抬到你感觉不到刀片，皮肤没有变形的程度，然后才慢慢移动刮胡刀。停一下，往外拉一点。如果你感觉到刮胡刀是漂浮在你脸上的 ，Very good， 你学会了永远不刮伤的技巧。OC 这边只建议你在第一遍顺刮或侧刮的时候使用，不要贪多。其他的转到 SB 这一面，继续剩下的清理工作，你就可以收获一个不伤皮肤的 BBS。OC 这边靠护感 Riding the Guard， 3个字形容：绵里针。在这里操作，你要很小心，不要让那根针刺出来伤害你。再往上 ，OC 的中性角度 Natural Angle， 它有一个小小的平面可以用，很小很小，要仔细找。在这里，刀片角度小会比较安全。但是如果你用的是它附的百利刀片，这个角度你会有一颗一颗的拉扯感。再往上靠顶盖 Riding the Cap， 它的顶盖靠上去会摇晃，没有立足点，刀片露出又太小，你也靠不到刀片的侧面，这个角度不能用。另外一边 SB 靠护感，非常温和，怎么刮都不会刮伤，稍微压一下也可以，这个角度好用。如果你是新手，你可以只用这边，不管什么顺刮、侧刮、逆刮，用一边就把它干到底。SB 中性角度一样非常温和，它也像 OC 那边一样有一个小小的平面，不过用起来也一样，会有一颗一颗的拉扯感。SB 靠顶盖，跟 OC 那边一样啊，这个角度不能用。6个角度只有4个能用，4个里面又只有2个好用，这2个其中1个还要用得很小心。好不好用？13分。那它刮得干净吗？1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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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版。刀片角度大，刀尖的受力无法转移到刀身，刀片夹齿又只有一边，这会迫使刀尖偏移，刮不干净。刀片间隙小，能进入的胡子就少，刀片露出又是0，你需要大量的工作跟修饰才能刮得干净。大胡子 Pro 的剔净度9分。舒适度，护感的形状很圆滑，用起来也没什么刀片感。大胡子 Pro 的舒适度其实是不错的，但是刀片角度太大，刀片会很快变钝，换到中性角度就会给你更多的拉扯感。要提升舒适度，你需要更锋利的刀片。推荐刀片 Fader、Narset、Perma Sharp、Big Chrome Platinum。舒适度综合考量12分。那它两边不一样，用起来好玩吧？用它刮胡子，你要控制压力，要变换角度，还要 OC、SB 两边来回切换。看起来有很多东西可以玩，但实际上这只是让你很忙而已。什么叫好玩？好玩不应该只是过程，还要包括结果。最后结束的那一刻，要让你感觉开心、舒服、用得爽，这样才叫好玩。操作复杂跟用得爽是两回事。大胡子 Pro 并不能让你用得爽，它没有那种利落、爽快、太好了的感觉。虽然哐哐哐一顿操作以后，你还是可以得到一个不错的 BBS， 但是你会觉得这是你应得的，你会有一种终于刮完了，有点累的感觉。它是个工具，不是玩具。好不好玩？11分。
就多妈得，大胡子 Pro 有一个隐藏的玩法，它不只是刮胡刀，它还可以拿来当鬓角刀。一般的刮胡刀，你把它放在鬓角上，它会把你的鬓角连根切除。但是大胡子 Pro OC 这边可以把鬓角打薄，打薄的时候注意角度，手柄垂直，留下来的厚度比较厚，转动手柄，鬓角就可以打得更薄，可以当鬓角刀，分数再加1分，好不好玩？12分。做工材质虽然是精度比较差的粉末冶金，不过表面处理挺好的，没什么好嫌的。材质大部分用上316，其实已经比 Blackland、Tatara 这些只用303的良心多了，嘿嘿。但是它的手柄非常拉垮，本来不锈钢刮胡刀分数要更高，全被这个猪队友拖后腿。做工材质4分。那它有什么可以加分的呢？有啊，全世界最便宜的不锈钢第一刮胡刀10分。百利大胡子 Pro 60分。其实我一开始是很讨厌这把刀的，我还准备了一大堆垃圾话来喷它，就跟那个把刮胡刀卖我的朋友一样，觉得它不好用，还会让皮肤受伤。但是随着使用次数越来越多，我渐渐的可以感觉得到这把刮胡刀的设计师在想什么。他想要面面俱到，大小通吃，一把刮胡刀适合所有人，既要能刮大胡子，又要温和不刺激，要刮起来滑顺，又要角度防呆，小白都能用。最后价格还要卖得便宜，会有这种北蓝的要求，80%都是老板造成的。你要又好又快还要便宜，但你的做梦吧你！从 DC 刀头、拼接手柄等等这些配置来看，大胡子 Pro 其实是一把用心设计过的刀，这的确是有意思的作品，只不过能读懂它的人不多，毕竟不是每个人都叫 Jasper。最有设计感的其实是这个 logo， 你有看出什么吗？最外面这一圈是英文字 B， 里面这个隐隐约约穿凿附会是 Razor 的 R， 这就可以组合成 Bailey Razor。 如果用中文来看，它还可以是一个工匠的匠，屌不屌？屌不屌？更屌的是，我朋友说这中间是一个200斤的金字，那买个200只凑满200斤，是不是就可以召唤习近平？要！